今天不整虚的，我直接把道门终极天花板先天一气逐字逐句拆给你，全程硬核干货。这个视频是我用20年实修功力、半生修道经验浓缩成短短10分钟，看完之后你会彻底搞懂先天一气的核心，从此修道有路，入道有根，往后再看所有道法，一点就通，一学就懂。首先你得知道，整个道门外有千法万术，内有万千修持，但真正站在顶层主宰统御万法的只有先天一气。很多人修了一辈子道，打坐站桩念咒样样不落，却始终没感应没长进，越修越虚。为什么？压根儿没摸到自身修行的核心根本，连自己身体里的本命电池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今天我以道门正统法脉传承人的身份，用道法术3层给你彻底撕透，同时给你们讲透3件事。第一，为啥先天一气是道门立修入道的第一块根基？第二，先天一气和咱们正统法脉到底有什么拆不开断不了的渊源关系？第三，重点声明，不搞迷信，不吹功效，只讲古人留下的文化和心性，你理性听，信科学。先给你们掰扯明白，别自己瞎脑补乱臆测。先天一气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玄学概念，而是咱们道门所有法门的底层核心能源。不管你修正一、全真哪一脉，入门必须先过先天一气这一关，过不了这关，后续任何符箓、内丹、雷法你都修不动，镇不住，承载不了，纯属白费功夫，懂吗？为啥修道必须先认它？因为它是打底子的。道门法脉传承讲究先固气，再修法，后正道。先天一气就是你与生俱来的本命原装电池，是承接一切法脉、修持一切道法的本源动力源。没有先天一气打底，你身形是虚的，心神是散的。就算师傅把高阶法门亲手传给你，你也根本接不住，反而会被自身杂念阴浊之气反噬。轻则心烦意乱，心神不宁；重则耗损本命，缠身多病，懂吗？那就先从道的层面开始，这是根基中的根基，悟不透这个，修再多法门都是瞎修白搭。第一句，先天一气自虚无中来，出自《道德经》核心法理，就是大道无中生有的真机。很多人傻乎乎以为先天一气能后天苦练刻意求来，完全搞反逻辑。先天一气是你投胎入胎就自带的本命元气，不是后天硬生生练出来的。它是你在娘胎里就具足的那口本源真气，是生命安身立命底火。一旦降生入世，沾染五谷杂粮、七情六欲、贪嗔执念，这口原装本气就会慢慢消耗，层层遮蔽。咱们修行的第一步，不是强行练出先天一气，而是懂得吸气养气，只损不漏，别再肆意挥霍瞎造损耗，别再胡思乱想走歪路子。第二句，此气非口鼻呼吸之气，亦非后天精血之气。很多人打坐就拼命深呼吸，憋气导气，误以为吸进来的空气就是先天真气。蠢不蠢？口鼻呼吸只是维持肉身存活的后天气，先天一气是主宰你生死本命的本源根气。没了先天一气，你呼吸再绵长再深沉，照样是一具躯壳。人离世断气，不是没了空气，是先天一气散尽脱根。所以修先天一气从来不是让你憋气运气瞎导引，入门第一步先认得它，分清它，认都认不明白，谈什么养气修道，别瞎胡闹。第三句，上药3品，神与气经，出自《高尚玉皇心印妙经》正统原文。你记好，道门最高等级的上药从来不是灵芝人参名贵药材，就是你自身本有的神气精3样。人人天生具足，只是被自己日常一点点耗干掏空。而先天一气就是这3品上药里的君主统领。先天一气养足稳住，元精自然固锁，元神自然清明透亮。反过来，天天熬夜纵欲，动怒伤肝，情绪内耗，就是拿自己的先天本命换一时的虚妄快活。好好算笔账，到底值不值？第4句，道自虚无生一气，便从一气产阴阳。这是道门最直白的宇宙本源观。天地万物未生之前，本是一片虚无混沌，虚无静极生动，化生先天一气，一气分化，才生出阴阳五行天地万物。
听懂没有？先天一气是天地宇宙的底层源代码，也是我们每个人肉身本命的底层源代码。你修持养气，就是跟天地大道同源扎根，同频共振。自身根气不稳，再花哨的法门，再多的口诀，都是虚有其表。这也是咱们法脉天人合一最底层的核心道理。先天一气就是道门法脉的根，法脉传的是道，道的源头就是先天一气。这就是你问我渊源关系的全部答案。第5句，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，出自《清净经》真传原文。你先天一气养不住，留不下，根源就2个字：心不静。杂念连绵不断，情绪起伏不定，身上的本命元气就像烧开的沸水，不停往外飘散漏损。怎么养气固本？核心还是清净，清其心，静其念，放下妄想执着。每天抽片刻时间，万缘放下，凝神内敛，把外持的神收回来，自身先天真气自然归位内敛。这不是什么神奇法术，就是最朴素的修心固本之道。好，道层面就这5句核心真机，悟性不够，底子太浅的，回去先熟读《清净经》，吃透基础，别硬蹭高深法理。听见没？道理讲透了，我给你说个真实道友案例，你们对照反省。前阵子有个道友来找我，说他每天打坐2小时，持咒不断，坚持整整3年，不仅没长进，反而身体越来越虚，脸色发灰，常年失眠多梦。我问他平时作息几点睡，他说打坐结束都12点多，再刷会儿手机，经常1、2点才睡。我又问白天精神状态怎么样，他说全靠咖啡硬撑顶着。我直接跟他讲，你这不叫修行，叫透支本命。你打坐辛辛苦苦养出的那点微末气机，还不够你熬夜刷手机耗神散念损耗的。就像一边慢慢给电池充电，一边用大功率焊机疯狂放电，充得慢漏得快，迟早彻底亏空见底。他愣了半天才醒悟，一直以为只要坚持打坐就能补回来。我告诉他，先天一气养不住，多半不是方法不对，是一边修一边疯狂漏。先把漏气的窟窿堵死，戒掉熬夜，少耗心神，再谈养气修行。他回去严格调整作息，睡前不碰手机，不耗心神。短短1个月后跟我反馈，气色回来了，睡眠安稳了，再也不用咖啡硬撑。不是他没天赋没缘分，就是不懂不耗即是养的底层真机。所以你看，光练不养没用，那到底该怎么正确养？下面讲法。圈内都知道我教学是非常严的，不允许半点敷衍，所以接下来讲法的层面，只讲咱们正统法脉内部口传心授的实修真机，外人看不懂也别乱解读瞎揣测，不踏实练再好的方法也没用。第一法，认气。你连先天一气在哪儿是什么感觉都分不清，谈什么养气固本？入门第一步，闭眼内观，不念咒，不刻意观想，安安静静内敛心神，感受小腹深处，不是肚皮表层，是丹田内里本源之地。刚开始没任何感觉很正常，常年熬夜刷手机，杂念缠身，身心早就麻木闭塞了。坚持每天睡前10分钟静养，不用刻意强求，时机一到，你会明显感觉到丹田深处有一股温润内敛，如同小暖阳一般的气机常驻。这就是先天一气安身立命的本源之窝，不是心理暗示，不是自我脑补，就是神返身中气自归位的自然反应。第二法，守气。一旦认出先天本气，别得意忘形，别过度执着。不懂守气，再厚的底子也会慢慢散掉。守气核心就4个字：勿助勿忘。心里清楚它就在本位，但不刻意紧盯，不强行拿捏。就像一壶温水稳坐炉上，火候刚刚好，别总掀盖子乱扰动。很多道友一有体感就亢奋执着，天天琢磨刻意内守，反而把安稳的气机搅得紊乱躁动。记住一句话，守气贵在知而不执，静而不扰。第三法，养气。先天一气损耗容易，再生极难，只能内敛涵养，息而不耗。养气的核心根本从来不是刻意苦练，而是懂得做减法，减掉过度欲望，减掉纷飞杂念，减掉情绪内耗，减掉无意义熬夜耗神。你早睡1小时就是养气，少动一次肝火，少发一次脾气就是养气，多读经典，少刷无意义短视频都是养气。减一分虚妄内耗，
便增一分先天本气。我早年也走过弯路，乱扣齿、乱导气、瞎运气，硬生生把自身气机搅乱耗损。后来师傅一句话点醒：你是想耗气用法，还是想固气安身？只想乱用显摆，迟早本命耗干。真想修道立身，先学会吸气不漏气。法层面就这3招真机，听懂照着做就行，别胡思乱想，别追问捷径。最后是术的层面，都是自身修持到位后自然显现的受用妙用，不是刻意求来吹嘘来的。第一术，固气安神，先天一气充盈稳固，自身浩然正气自然充足，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，自然而然精气神饱满，心绪安稳，周身平和。很多道友总问怎么调整失眠，平复内耗，我直说，先把先天一气养足，细亏元虚，心火浮跃，念再多咒，练再多功都没用。先天本气一足，心神归位，自然身心和顺，入眠安稳。第二术，心神笃定。你遇事容易慌，容易乱，心态不稳，本质就是先天一气亏虚，本命底火不足，心里发虚没底气。先天本气养足之后，遇事从容淡定，不卑不亢，旁人焦躁，你自安稳。这不是刻意修炼出来的脾气，是自身本源底气充足，自然自带沉稳气场。第三术，感通天地。修到心境清净，先天一气充盈纯净，自身频率自然与天地同频感通。不是什么灵异神通、怪力乱神，只是你的心神足够干净，气机足够纯粹。走到一处地方，本能之舒服之压抑，就是自身先天一气在感知天地气场，分辨清浊能量。你心性越清净，本气越纯粹，感知就越精准通透。这也是咱们法脉天人感应的底层逻辑，始终离不开修心积德，德不配道，气必不纯，气若不纯，感应必乱。我再郑重重申一遍，别再纠结先天一气能不能后天练出来，它本自具足，人人原有。你要做的只是找回本源，守住不耗。不管你修正一、全真，不管想学符箓、内丹、雷法、风水，统统绕不开先天一气这道根基门槛。跳过这一步，盲目学法门，就是走歪路，耗本命，拿自己的身心根基开玩笑，一辈子都入不了道门正统。明白吗？整套先天一气的修持体系，不是几句口诀、几个打坐姿势，是咱们道门正统法脉，从宇宙大道本源到心性修持，再到内练真机、日常行持的完整修持次第，以道立根，以法练内，以术受用，这才是真正的道法真传，不是跟风凑热闹、盲目瞎练就能悟透的。我是陈也峰，一个深耕正统道家实修的践行者，不画饼，不忽悠，不搞虚头巴脑的套路，只讲正统实修真话。先天一气养不住，很多时候不是方法不对，是心没到位。敢不敢把你最近一次生气、抱怨、熬夜、刷手机停不下来写出来？既是自省，也是提醒同修。我会帮你从里面揪出耗你最大的那个贼。刷到这条视频，说明你与道有缘分。想扎根道家文化的，先把先天一气养明白，德行到了，缘分自然领你进门，有缘自会相见，福生无量天尊。